猫空位于台北市文山区，是台北最大的审查区之一。从山脚到山顶，分别有动物园、茶园、文创、老街等大大小小的10几个景点。这里风景如画，空气清新，茶香四溢，绝对是适合情侣跟家庭出游的好去处。你知道为什么猫空叫猫空？不知道。有猫。就是猫空的话，它一开始是因为这边的地啊比较凹凸不平，有点像小水沟，台语叫喵康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它是喵，就猫的那个喵，所以就最后就变成猫空。然后也因为它现在叫猫空，所以在就是上面会放一些猫啊，然后猫的小伴手礼啊那些看得懂，知道吗？为什么猫空叫猫空？回答就学会了。这次出行，我带着新鲜到手的富士 XS20，传说中富士最好用的 Vlog 相机，我们来看看它的表现。从颜色上来说，我是非常满意的。当然，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花重金去买富士，成为富家子弟，还不就是吃它的颜。不过作为主打 Vlog 相机的话，这一台相机的防抖避震性做的还是差了一些，让我们失去了很多行进中的素材，譬如这样。开心，很 chill， 然后山上的空气很清新。在边走边程中，我们来到了一间茶店——猫空茶神。他们家的每一天茶叶都是手工挑选出最好的部分来进行烘焙的，已经10几年获得特等奖了哦。有，惊晒。我惊。做啊，因为这个看足共的啊，有看嘛有共，我感觉上讲去腼腆，是可能是惊晒。内向。是我女儿，她是我女婿。老板娘告诉我们，当热水接触茶叶时，因为茶叶正在吸水，所以茶味通常会比较淡一些，所以第一泡茶先不要喝。但因为它本身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，所以建议与第2泡茶叠加起来一起喝。你讲2个加做伙就好。有味啊，有较有味。第一泡咱一般不管任何，但咱第一泡比讲上正，所以先莫去买味。啊，即嘛2泡来做伙，你来啉就较重了。那为什么第一泡不泡久一点，这样也会比较有味道？你泡太久，茶会苦涩啊。你要算时间啊，无那使讲叫功夫茶，香泡那上班。第3泡跟一样混在一起喝的那个感觉，口感是不是有差？超级酥脆的茶饼干。喝完茶，我们就来到了找茶屋。这是一间非常 chill 的餐厅。这间餐厅的特色是以茶入菜。茶和菜饭是我个人的最爱，饭炒的粒粒分明，每一口都带着茶香，一口气吃2碗。茶香豆腐，豆腐先用茶油炸过，外皮香脆，豆腐柔软，加上彩椒跟秀珍菇，好吃又养眼。桂竹笋选取笋的中后段，柔嫩鲜美，接着就是山间的味道。好吃，好吃，水很鲜哎，你们尝一口，是不是？茶油鸡用大量的姜片煸到入味，再跟鸡肉一起炸得金黄酥脆。这个鸡好像没有什么肉，但是很香，慢慢咬，蛮香的。美食当然就是要配美景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台北的天际线，远处的101，还有疗愈的缆车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原生的1545镜头在自动对焦上表现得非常糟糕。这个问题可以被对焦锁定解决，但是富士的对焦锁定是需要一直按住的，这就导致了它在操作上十分不便利。所以如果你需要在广角的视角下进行 vlog 拍摄的话，最好的方式只能是加钱去买更好的镜头。
山上的铁观音冰淇淋也是热门打卡点，一次可以吃到铁观音跟包种茶2种口味，超满足的。多人是晚上上来喝茶的，应该是看夜景。看夜景，看夜景吹吹风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们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看着101在夕阳的余晖下变得金黄，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消失在山后。这次因为我们太 chill 了，光是吃饭喝茶就度过了一天，所以有很多骑行步道、文化中心都还没有去过。听说夜幕降临之后，城市灯火如繁星璀璨，在这里一边品茶一边享用晚餐，也是一种超级浪漫的体验。如果你问我富士拍 vlog 到底好不好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追求画面的精细度、宽容度、防抖性能，那富士真的就一般。但如果你喜欢它美丽的色调，配个好点的镜头，你不会后悔的。我问 Ted， 你觉得猫空美吗？他说，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啊。所以如果你要来台北看看除了城市之外的美景，请你一定要来猫空。搭上捷运的时候，这是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刻。粉色的天空可以治愈一切的烦恼，希望也可以给你带来好心情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